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又来到星期三的老邓谈法论理时间。今天老邓谈法论理第21次，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卫保加公医，卫生保健加公医是不是等于就是健保？卫保加公医与健保是一样吗？那要探讨问题的重点，为何健保的钱会不够？为何健保的钱会不够？这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很在乎，但对各位生活上来讲，可能会比较不在意，但是因为事关重大，在老百姓的观念，假设有正确掌握，我相信政府机关有一天他就会做必要的调整。所以今天呢，选择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各位伙伴，我们国家宪法第157条规定，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国家为民族健康，应该要普遍推行。第一件事情叫卫生保健，各位，第二件事情叫做公医制度。所以卫生保健跟公医，看这个宪法文字的规定，二者应该是不一样。那就它的字眼上来看，所谓的卫生保健有可能是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或叫做预防。那公医呢，是生病的时候由国家负责来做事情。所以各位首先请建立一个概念，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宪法是负责任的，它对老百姓的民族健康是从2个层面动手。第一个层面是叫做卫生保健，第二个层面叫做公医。各位，这样2件事情化成实际的行政，大概是怎么样来做呢？以下我就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我们国家大概在民国84年的时候开始施行全民健康保险法。民国84年的时候开始，这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健保。健保的施行是根据全民健康保险法。那各位，什么叫做全民健康保险法呢？简单来讲，它就是由国家，各位，健康保险的这个健康保险呢，你要看全民健康保险法上的规定，它简单来讲就是医疗给付。所谓的医疗给付，就刚刚我们在讲的公医制度。也就全民健康保险法是用来实现宪法上所讲的公医制度。那公医，既然叫做公医制度呢，各位，我们的公医制度呢，各位看，在市面上，有很多私人诊所有各式各样的医院医学中心在区域医院在地区医院。各样的诊所，很多私人的，那怎么会是公医制度？各位，原来这是采用一个行政的手法，这个行政手法叫做行政契约。这个行政契约什么呢？它签订什么内容？签订这些公私立医疗机构跟国家签约，签约呢，约定大家依约定的内容来执行全民健康的这一件事情，来执行公医制度。也就是各位
除非没有健保的医疗院所，各位，我们现行在市面上看到各式各样这些医院啊，它是广义的，它是透由行政契约签订了广义的一个公医制度这是一个所谓的所谓的在宪法里面所期待的公医只不过我们通俗的名字称它叫全民健保称它叫全民健保。那各医院记得它跟国家间的关系是靠签约你假设没有按照契约来履行各位或甚至不符合标准到时候会解约你就个人私自经营啦就个人私自经营那这我想首先公医制度的部分各位先做一个了解一下。各位再来有一些的麻烦，请大家注意听。我们国家大概在102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公布施行了卫生福利部组织法。卫生福利部组织法，各位，卫生福利部组织法呢，各位要再进去看呢，它条文在第5条里面的规定，有一个叫做次级机关。卫福部是一个行政机关，卫福部底下还有很多个次级机关。各位，卫福部的次级机关呢，里面有两个这个机关，各位听听看，这名字看你可不可以听得懂？第一个叫做中央健康保险署，中央健康保险署，也就是一般简称的叫做健保署。各位，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国民健康署，国民健康署，我想要不是我今天跟各位讲，各位可能也不曾听过我们在简称它叫国健署，也就是在卫福部的组织里面有一个叫做健保署，有一个叫做国健署。各位，同样是提到健康怎么会是两个部门？原来我们谈的健保署，全民健康保险署，执行的是全民健保法。全民健保法，它执行的是宪法157条所讲的公医制度。那另外一个呢，叫国民健康署，简称叫国健署呢。各位，它执行什么事情？同样，它也是执行宪法上所规定的157条上所规定的叫做卫生保健。各位，所以在我们国家的宪法，在我们国家的法制分得非常清楚，什么是预防的工作，什么是实际执行治疗的这工作。各位，这是兵分两路，而且他们两个都是次级机关，也就是桥归桥，路归路，这两件事情不能把它混为一谈各位一定先把这个把它谨记在心因为这个不把它谨记在心的时候，今天重点要跟各位讲全民健康保险为何经费会不够，各位有可能听起来就没有办法来做理解我继续把全民健康保险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各位，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全民健康保险目前财政运作上的错误。各位应该通常有买过一般商业保险。各位买一个商业保险譬如讲说交通事故险，买了一个险，各位发生车祸的时候，各位这一起交通事故本身所有相关的费用，通通由这个由这个交通事故险来负责吗？恐怕不是吧。除了这个保险要来负责支付的部分，各位可能还有其他的这部分需要用个人的能力，需要用个人的财力呢来进行填补，也就是商业保险只不过是补足个人在支付能力上面的一个不足，它是补充
买的商业保险并不等于是这个整个事故理赔的时候它的整体的损失金额。各位，同样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我们国家在办理全民健康保险的时候，各位，它目前主要的钱是来自哪里？来自全民健康保险大家所缴的费用，我们简称为这个国家保险，不叫社会保险。这个保险的费用交进来之后，各位，这保险呢，它钱能用的方向，在全民健康保险法上，通通有规定，通通有规定哦。但是各位，我们实务上面在使用全民健康保险的费用之后，各位，您知道它是怎么使用吗？我这个地方我来考大家一下。各位，请问流行性感冒的治疗可不可以用全民健保的费用？可以，没有错。请问，流行性感冒预防工作可不可以用全民健保的费用？可不可以？大家犹豫了。没有错，不能使用。我再重说一次，治疗流行性感冒可以用全民健保的费用，预防流行性感冒的这件工作，有关预防上所有的支出，它不能用全民健保的费用。理由在哪里？因为预防流行性感冒这一件工作是谁来做？是刚刚跟各位讲的国健署、国民健康署来做。流行性感冒的治疗呢，则是由谁？是由健保署来做。它在卫福部里面是两个机关，这两个机关是两回事，他们分别忙的事情是分开的。各位，但请问实际上有做这样一个分开吗？没有。很多钱大概通通由全民健康保险这边来支付。各位可能有兴趣要问，那流行性感冒预防它用的经费要从哪来？它不是由全民健保的经费来，它是由什么？是由公务预算，因为它是国家预防行政的一环，是由公务预算这边来负担。那现在把这些通通含不啷当弄到，通通由由健保经费来支应，健保经费怎么有可能支应得了？再来，各位知道吗？我们一般职业工会帮这个健保署也兼办有关全民健保的这些行政上的手续。各位，请问健保署有付费吗？各位知道，一般职业工会帮劳工朋友来办理劳保、就保、职灾保险这个时候的，各位，我们劳工保险局呢有没有付费给职业工会？有。每一个人的有关劳保的劳退这些手续上的一个办理，劳保这些手续上的办理，劳保局对每一个职业工会的会员补助了14块钱。各位，请问这补助的这14块钱是不是由劳保基金来支付？答案不是，这14块钱是由谁支付？是由劳保行政，也是由公务预算来支付。我这边跟各位讲的意思是什么？
也就看似很接近的东西，看似很相近的东西，因为那边有钱，结果大家通通是由那边拿钱出来吃硬。所以这个现象在卫福行政做得最糟糕。我们劳保行政，我再重说一次，属于劳保行政，不是劳保给付，不是劳保这4项5项给付的这些内容的部分，劳保半毛钱都不会用。劳保需要的行政费用，各位不是由劳保基金出，而是由劳保的公务预算来支应。我们卫福部这边并没有建立，所谓的卫福行政，卫福行政这个概念。以上这些话，假设各位有听清楚的话，再来，我个人严重的指控，各位听得就会更加清楚了。我们现在劳保健保的费用收进来之后，各位总共支应了哪些费用吗？你知道吗？除了健保给付之外，各位健保给付的核算，每一笔的钱都还包含要给各签约的行政契约签约的这些医疗院所的人事费用、行政费用。各位，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的卫福行政有关配合卫福行政的医疗院所这边所需要这些费用呢，其实不能由健保法这边收入的费用来支应，应该要用公务预算另行来编列。只要把这些钱把它分清楚，桥归桥，路归路。各位，我们的健保费用怎么会不够？因为来自健保的费用有太多钱是被用在不当的地方、非法的地方。我再重说一次，健保法对健保收入能怎么使用，通通明文规定。但来自卫福部目前有关这个经费的使用，显然是很明显的错误。由于时间的关系，好多细节想得非常心痛，但没有办法逐一跟各位来论述。以下再逐项跟各位来发问。最近来自健保署就执行这个做公益制作健保署有发布的3件事情，各位认为这个做的对或错？第一件事情，健保署好像那位石署长，他提了一个叫做100亿癌症新药基金，要由健保的费用先挪出100亿左右来当作癌症新药的基金。各位，这个事情该不该做？该做，但请问谁做？这个事情是健保署来做吗？不是，这个事情是国健署该做的事情。国健署该做的事情是由公务预算，请不要再把全民健保费用滥用。第二个，有一个叫做次世代基因定序研究，下一个世代基因定序的一个研究，这是一个研究案。各位，这可以用健保的费用来给付吗？不可以。但来自健保署准备要有这个层面，也准备用健保费用来支应。最后一个，也赖总统提出来的，来自我们的健保署马上回应的，降低癌症死亡率。降低癌症死亡率，请问这一件事情是由健保署来做吗？请各位查一下国民健康署组织法上头的规定，
上头明明白白规定降低癌症死亡率这件事情是谁？是国健署的工作，它不是健保署的工作。各位伙伴，看似很接近的部门，健保署逐一都要用，健保署逐一都要用国健署逐一都要用公务预算。健保署因为这边有大家缴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基金这个基金也剩下一些钱。现在卫福部的这个惯性变成什么钱都是从健保基金这边来拿。各位，再好的身体怎么会经得起不当的挥霍呢？再好的健保的费用，在健全的制度，在这不当的这个使用底下，各位，健保基金怎么会不垮呢？简单的给各位做一个结论，请各位我们一起来督促这个政府，我们国家有关老百姓的卫生保健，我们国家有关老百姓的医疗，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卫生保健是要用公务预算由国健署来做，那有关医疗所谓的公医制度的部分，全民健康保险法底下所交出来的钱，只不过是这些公医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公医制度整体要做得完整，要有健保的都缴出来的基金，再加上公务预算才足够。可能有伙伴就会质疑，国健署也要用公务预算，来自健保署也需要公务预算的指引，何来那么多的公务预算？各位，怎么会没有那么多的公务预算呢？国家不是很有钱吗？国家这么多的钱都挥霍到哪去了？需要那样的挥霍吗？经营一个国家最重要不是照顾老百姓吗？请执政者用心，把所有不用乱挥霍的钱，请把它用在保障您的老百姓的社会福利。今天给各位一个困难的一个课题，国健署、健保署，他们其实是分别为社会要做、为国民健康要做的事情，对咱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所需要的钱，现在所有的这些有关国民健康的钱，眼睁睁的大家都只有在看，只有看健保收入的这些钱，我没有认真的在公务预算上来做好调整。各位，这是国家在卫福行政上面的重大错误。以上意见，恭请各位伙伴参考。今天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